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话题：华尔街的阴谋。今天是衍生品过期日，那么今天有21个 trillion， 大家注意，21个 trillion 的衍生品要在今天过期，所以市场会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些变化和它的一些独特的行为和方式。那么衍生品它们主要是被做市商，也就是提供市场流动性的这些公司所提供，那么他们也就是我们传说的 MM， 也就叫美媒啊，或者说叫 market maker。那么他们所做的这个一些行为，或者对市场的这些影响，是否就是我们日常口中所说的叫做华尔街的阴谋呢？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就是细致的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同时下周开始我们就进入了节日的行情，那么节日行情有什么样的特点和特色，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那么今天呢，也会对这方面进行一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点想跟大家讲一讲，去解释一下，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在上一周我们市场虽然有一些小的波动，它整体上是低不下去的。那么究竟到底这个买方的力量，尤其是特别强的买方到底是谁？谁在这里不停的买来支撑这个大盘？那么我已经做了一些功课，我想把我做的这些功课呢分享给你。那好，那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谈论一下这个衍生品过期。那么衍生品过期呢，我们简单的去讲，特别容易说是什么的阴谋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复盘，或者说很多你跟比较初级的一个交易者聊天的时候，他会自然的归类于我赚钱是应该的，我亏钱就是华尔街的阴谋。首先，华尔街它不是一个机构，它是一个路的名字，对吧？它以从而去表达的是一群金融机构他们的总和，他们都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想说的是，这些金融机构他们代表着不同类型的投资方法，有我们说的对冲基金，我们有互惠基金、养老金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些包括这个定投的国家主权基金还有一些就是高频率的投资的。那各种商品的玩法也不一样，他们呢有不同的策略在这里面做，所以华尔街它并不是一个合力，说我今天就是盯着你口袋那点钱，或者说盯着我们一些散户那点钱。今天的衍生品过期就 2.1 个 trillion 散户人数即使再多，其实市场上的肉不只是散户那一点，其实更多的是一些机构之间也会存在一些博弈。而这些机构他们不是说一条心的去干一件事情，而是各自有各自的交易方法和逻辑，所以在市场中我们很难看到完全的踩在同样一侧。那一旦我们出现大家都看多或都看空的时候，反而会出现非常大的逆转，市场总会有人去做空，市场总会有人去做多。那么它就是一种我们说的情绪类的周期，就是从特别人的做多到特别多人的做空的这样一个像摇摆式的这么钟摆式的一个摇摆。那么这些机构他们之间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博弈。那比如说今天我们说 2.1 个 trillion 的这个衍生品在过期，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就知道市场上在做市仓对于这么多衍生品来说我们说的盘前 AM 有这个900多个 billion 的 SPX， 也就是我们这个股指的这个期货在期权股指的期权的终结。然后呢，这个收盘的时候我们有个股的 ETF 的大量的这个期权要结算。那么这些结算的时候，相当于我们很多衍生品就在那儿，它就需要过期。大家知道期权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知道期权的时间衰减叫 theta， 期权的时间衰减是在最后一天的衰减是最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做市仓，那当然这个做市仓有很多的期权卖出，它相当于是你买一个call，它要写一个call，那它要去买一些股票做对冲，那么他手上持有这些仓位也要在今天进行释放。那么市场上就会出现一个什么规律？当衍生品特别多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小幅的震荡，而收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窄的位置，来让更多的衍生品在这个段时间灰飞烟灭。我们称之为这叫躺钱，就是你这个钱躺在那儿。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即使你是一个非常想买入的一些机构或基金，你也不会说是在这个时候猛去拉这个盘，让那些衍生品进来成为你的阻力。所以综合上简单来说，这个故事就是当衍生品特别大的时候
这个就相当于主人与狗的过程。当狗特别大的时候，那么这个主人倾向于坐着不动，或者说尽量于少动，因为你这个时候遛狗会非常的累。那么所以这市场上会持续的出现这样的一个规律，它会收缩它的一个波动性。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市场中大家看到市场中的这样的一个例。我像之前分析了很多次特斯拉，就讲到了上面有很多套牢盘。我们为什么要说套牢盘呢？就是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多头，你上面有那么多套牢盘的话，它会反而压制那些想买特斯拉的人，因为我这个时候进去买，就意味着我会救这些套牢的人出去。而我真正的买点或非常舒服的点是让这些套牢的人割肉离场的时候，那才是我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买点。其实无非就是买卖之间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博弈。那么今天呢，我想解释的是，像衍生品市场过期也好，那么平常你看到机构的也买入也好，甚至于大的像对冲基金，像巴菲特那些公司，他们还有一些股票置换呀，这些也好，他们都是符合一些规则，在这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 player 或者说重要的一员。所以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所谓的阴谋论就可以解释那么市场中所有的现象。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不管你是散户，你说你是散户小白，或者说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投资者，我们都应该以一个非常客观的或者说灵活的眼光和务实的精神去看待这个市场，尤其是要列举出市场中非常多的不同的可能。因为市场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就是因为市场有太多不同种类的机构基金在这里面博弈，不定哪天就出现了一个合力，就走出了一个趋势。所以呢，今天第一个点就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我们所谓的华尔街的阴谋。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好，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复盘一下，就是关于假期。我们知道从节气的角度来说，一个年中涨得最多的就是11和12月份，那其中原因之一呢，就是一个是年末还有的很多基金，大家注意很多基金其实是从10月结的，所以说10月份他们该比如亏了就该结都结掉了。那么这个年末的时候呢，往往这个基金很少去进行大规模的卖出。那么这个11月和12月呢，不管你是从按这个咱们说日历年 calendar year， 还是说我们10月份很多机构结账，那么它都是对整个市场来说是偏利多的，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它逃命该逃的都逃过了，该交税补税什么的这些卖出的都结算过了以后呢，整个市场又是过节行情，它相对来说清淡。在清淡的时候呢，整体来讲是比较利多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来看看是历史上是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看到现在是走到这儿。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去找的2020年其实就是一个特例。那2021年的这个大家注意10月份，其实在11月24号也就是马上就要进行这个感恩节的假期的时候，你看26号那个周五其实就是一个阴线是个阴线。那么这个出来之后呢，是因为之前回调10月份回调涨了非常多之后，它其实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回调，那时候就其实是给我们一个警讯那么12月份又出现拉高了以后呢，把这个头部做出来了。那我们再回到20年的话，我们看到是这个什么11月这个11月这个也是一个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横盘上涨的横盘小幅上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再看20年呢，之前我们再看19年的时候，大家知道这里是一个什么呢？这里是一个也是赶顶的过程，但大家看这几天都是什么？也都是上涨的，只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卖的呢？这个地方是11月29号那个节后才有一个小幅的这么一个回调。整个12月你看它都是一个偏利多的。那我们知道18年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强烈的下跌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强烈的下跌过程中，大家看这几天，大家看是不是这几天其实它也是一个反弹上涨。那这个天真正跌的比较厉害的这些天是什么？12月4号就是这过完节之后12月3号4号，你看即使是18年大家看这么惨的时候，它也是这个过完节之后进行一个砸盘，对吧？那我们再来看，再往前看的话，你看就是17年的话，我们再看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清淡。你看整个这一个假期就比较清淡，对吧？
然后是18年之后还出了一个猛冲啊。那么再来看这个17年对吧？17年你看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再看16年对吧？16年的话也是，你看这是一波涨，然后又是横盘，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后面我就不跟大家看，你看这里也是，哪怕像15年这里走的比较弱了啊，其实它这里还都是一个横盘或者是涨。你看，哪怕这么小，你看起来很小，后面确实马上要大跌，但它也是做了一个横盘，就是市场在非常交易非常清淡的时候啊，交易非常清淡的时候，你看这个之前，你看12月也是从哪儿开始跌？12月初开始跌。你说12月初其实是一个反而相对来说比较风险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也是风险比较大的一个地方。那么整个感恩节的这个假期，它相对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从我们节气上来说它比较容易出现横盘，或者说它整体上是偏多的。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周线级别的周线级别的话，我们上次从这一周我们就开始说，这周是什么呀？底部的结构出现是以周线级别的上涨。那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听进去啊？那么我们说周线级别上涨在这个位置上，就是碰到了这个紫色，离它差了一点，4055对吧？4055、4050、4055，好，它这个地方就上不去了。那么在后2周是容易形成一个横盘。那你说这个位置上是涨是跌呢？那我知道新来的观众可能会特别想盼望的会涨是跌。那么我说出自己的一个判断判断是从回到日线上来看那么日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走势是强，不是弱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过，如果这个地方是弱的话，它就应该直接下去了，它没有下去，反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横盘。那么换成均线没有 K 线的话，大家看这是一波下跌交叉之后迅速又下跌。那你如果是仅仅看均线的话，这里一下跌你就一直到这儿才买入，那这个地方也没有下去，那一直是，那你现在多仓就是如果假设只看均线的话，这是买入点，这是卖出点，那这个东西其实一直就是你就这里还是持多头的这么一个趋势你别小看日线级别，这一个你看这个波段从这儿下跌一直到这儿买入，这中间跌了多久，你都可以躲过。那么这个地方下跌到这儿，你这儿买入，然后你这止损之后这再买入，对吧？你其实是很难在日线上这个均线上去是吃亏的。那么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多头排列，那么你可以看到是，如果这个位置上非常弱，但上次涨那么多，它这就直接下去了，但它没有，它在这里做了几天，6天的一个横盘，也就是我们整整这个礼拜都是一个横盘的状态。上周的话，我就跟大家说到，道琼斯这里面已经出现了区间倒配池，那就是道琼斯这里涨势已经出现了要终结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一定要告别的二极管思维，就是说你的一个涨势要终结，它不一定是跌，它可以盘。所以你真正到跌的时候，比如说什么跌的时候，这均线向下的时候，你每次反弹进，你这都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做，你不必要说在这个地方提前就去空它可以耐心的等它走完再说。你现在这盘，你说你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市场上不是说非黑即白、非空即多的这么一个观点。那么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已经横盘很久了，大家看小盘也是大家在这里横盘很久了都是横盘很久了。那么横盘很久了就意味着什么？横盘很久意味着市场上的强度是买盘的强度非常大的。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之前呢，在 Discord 中这个复盘，我们说的资金的部分就是 mutual fund 也是什么呀，在这个买入，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这么多的到期。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市场你现在最大的一个买方是谁？我们最大的买方是这个股票回购我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股票回购它有一个法案，就是说在2023年开始呢，拜登签署了法案它就是什么就是叫什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那我觉得这个政治上我们不提它就是在2023年之后要对股票回购增加1%的税增加1%的税。所以大家知道吗？股票回购在整个这个月份是去年的将近2倍。那么去年跟去年比将近2倍以上的量，公司在疯狂回购股票，趁着今年没结束，而且价格又相对比较低的话，那些能回购股票的公司在疯狂的买自己家的股票。
那么股票回购是我们整个这个大牛市上来之后几乎占据了半面江山，就是说我们不管是 mutual fund 还是 hedge fund， 它没有太多增量资金的时候，股票回购是我们整个上涨的应该说已经算是唯一动力了。那么有股票回购这么疯狂的买，那剩下的这些抛压他们就都能接住。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其实股票回购比较多的公司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强劲。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说一下一周，你去看一眼是不是这个道理。一周，那我们来看一周的这个表现，你再看一个月的，是不是？那么一个月呢涨得比较多，那一周来说，大家看涨得比较多的，对吧？那么除了财报以外财报以外，那么有股票回购的公司相对来说，你这个就会表现稍微好一些，就稍微好一些。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说的是，股票回购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衬托或支撑力是非常强的。这就是解释了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地方跌不下去那么我们说有被动资金 CTA， 我们有被动资金，其他的一些策略在这里也在买，但是它跟股票回购比还是非常差的。所以股票回购在12月加紧买，那么意味着明年这个购买力会变弱。那么我觉得明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明年1月开始是非常危险的市场可能这个反弹完了之后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回调那么这个回调也好，是形成 higher low 还是 lower low 不好说，但是我们一会儿再观察，我们就盘面给出判断。那么这里横盘就意味着强，再加上假期，我们先说假期档的这个策略来说，我会针对以下几点进行布局。第一，首先假期是一个偏重于小盘股，也就是大的基金和机构普遍交给机器人了以后，那么小盘股和一些游资拉那些小破股你要尤其是对它进行一个关注，很容易产生一些小股行情其实是在年末比较容易用靠垃圾赚钱的一个时间这点大家要注意。第二点的话，整体上是偏多的尤其是小盘股所组成的，包括 ARKK 也好 XBI 也好，这个时候要特别留意他们的上涨行情。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在这个时候还疯狂看空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分析了半天就相当于白说了所以最后的这个12月的这个地方有一个Santa Rally 也好，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一个上涨也好，要做好一个准备。那么但是要知道这里的反弹，熊市的反弹，除非能破增加它的一个高点上去，那么要不然的话呢，你看这是1、2、3、4、5，那么你除非破到这个地方，要不然的话它仍然是一个熊市继续向下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走一步看一步仍然是关注小的然后呢尽量做多，这是我们这个盘面的分析。好，我们看一下板块。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先看当下，我看到了群里一个朋友问，看到了衰退消息。什么叫衰退消息？就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什么最倒霉？大宗商品这些就是从21年过来通胀行情最牛的这些会倒霉，因为市场的需求大幅降低。首先是大宗商品，美元会走的相对弱，然后呢黄金会相对利多相对大家注意这些大逻辑可不是说一定然后呢大宗商品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XLE 的这个板块就在这段时间开始就是逐步的先偏弱。那么我们看偏弱进入黄色就是开始转弱的，包括 XLI、XLP。那么有朋友问了说，为什么半导体行业在这个时候比较强？大家注意，不是所有的板块都要，比如说我有一逻辑出来，我的所有人都必须是这一逻辑。市场从来没有一个一定或者一必须和大家都有同步都这么做，市场是没有这样的，因为市场总会有人预判你的预判，市场上总会有人给你做对手盘，市场总会有人有分歧。那么半导体是因为前段时间杀的太凶了，大家把半导体想的太惨了。我说之前我们分享过一个关于半导体的分析，半导体板块它并没有它在牛市中大家看多的那个逻辑，包括是新的石油或者说它未来我们数据中心使用大机个人计算变成了全部上网的这个云服务都需要大量的这个半导体。半导体也是世界上大国争霸的一个重要的资源。那么它的这个上涨逻辑有没有发生变化？其实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确实可以看到大量的芯片公司产生了大量的库存。那么我们也看到英伟达说它的库存在
降低，但英伟达这个财报确实是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又看到 AMD 有一些非常好的消息。那么整个的半导体板块，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 higher， 这里出现了一个低点，这里是 lower low。那么还没有攻击这个高点的时候，至少先克服了这个低点。那么这里呢有两种走势啊，一种走势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啊就是反转了。那反转的话，要看到有没有克服出现 higher low， 而且最好是比这个低点要高的这么一个低点再上去。那么半导体板块的话，这里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转折。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大家看这里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大家看这里是。你要这么画的话，我们跟你说随便写了啊。那么这儿，那么好，我们在这些地方中，那么这个下降的这个走势啊，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啊，简单的处理。那么我们看到这种走势之后啊，它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呢？它可以在这里啊形成一个上下上，就是说我在这里形成一个中继啊，这里的中继，那么这个中继上形成下跌的一个中继，那么后面还要继续下跌。那么不管如何，我们要看它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回调，它的力度在哪儿？那么整体上我不认为要特别看空半导体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市场上对半导体的定价其实是偏悲观了，而且是悲观的比较多。我举个例子，比如看 AMD 现在给出的这个 4PE 呢，差不多是20，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它的增长在今年仍然有40%多啊，那么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它这个位置上，我们说个人运算业务是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它的在未来的这个数据中心业务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很多股票其实出现了一个深度价值啊，包括你可以去晨星去查啊，那很多半导体的公司，它的整体上的这个盈利是不错的。那我现在给大家查一下 AMD 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对 AMD 的分析啊，认为 AMD 的这个价值仍然是值什么的115，那么现在我们还只有70多啊，而且它是通过这个财报之后，其实是把目标价或者说它的估值是降低了，就是说现在你去看，就是你相信不相信半导体行业还是未来的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或者是最重要的行业，那么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所以它会走出我们会看它未来走出，这个是向下形成 higher low 的这么一个低点，还是直接去新低。那么具体的话我们就可以看，所以为什么就是抄底啊，永远不去抄最低，就是因为你抄到最低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最低。好，那是半导体行业。那么衰退的这么一个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大宗商品这方面走弱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科技股就是会成为下一步相对来说好一点的。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你必要消费品这些就都会受一些影响，但是你的什么会好呢？就比如说你去一些保守的补国债啊什么这些，就相当于是个避险的板块。那么整体上来说，衰退就是公司整个受经济影响以后，那么受到这个衰退影响以后呢，公司这个盈利不行了，它的整个估值降低，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对它估值的一个双杀，那么就是一边加息一边衰退，那么就形成一种类似于戴维斯双杀似的，把它这个估值也降低，本身也不行，那就开始跌。那么进入衰退的时候，反而是我们马上终结熊市的这么一个时间。那包括我们说2008年的话，那你说2009年3月，那经济是最差的时候之一，它是因为股市会提前一个周期。那么提前这个周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话，其实有人在布局从衰退中走出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有一种那个衰退交易的意思，那这个时候科技股相对来说就比传产强，而且我们说到传产在这段时间其实涨的是非常多的，所以呢，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跟衰退相关的一些股票，不管我们看到是沃尔玛，对吧？这里都是已经你看不出这是一个熊市啊？你觉得你能看出这是熊市吗？你看不出这是熊市，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到麦当劳也是这就已经是都是奔都破过一个新高了都破过一个新高了，它就是这叫什么？这就叫做衰退受益股包括我们说 cost 这种都是。但是我问你，是不是我们还应该现在追这些所谓传产？其实不是，就是因为他们整体上的这个估值已经非常高了我们应该去找到更有确定性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根据我这个分析，大家去找机会去做。好，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啰啰嗦又讲了这么多，然后呢有问题大家留言，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们争取呢在周中再给大家更新。好的，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加入反收割训练营，一个建立在经典理论基础上，由我多年经验打造出来的原创教学课程系列。本系列是在通过分级别教学，为大家带来系统化的学习体系，彻底告别碎片化的学习方式，从零开始，一步一脚印的构建自己的交易系统，找寻属于你自己的 edge。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